如果家里有这2个美少女，你会几点回家？昏迷了17年的舅舅突然从异世界归来，居然还带回了异世界的魔法，于是转行用魔法在油管当起了油管主。但没想到在不久之后，油管官方就出通告，断绝了多数小油管主的广告收益，舅舅的频道也不例外。如果他不能在今天之内达到4000小时播放和1000订阅，就会被取消收入。明明4000小时的播放很容易就超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订阅人数却只有800。直到静雯看到了舅舅给粉丝的回复，粉丝夸奖他的CG 做得很厉害，他回复人家不是 CG 是魔法，每次都用这种垃圾回复，粉丝当然全都跑光了。舅舅身为魔法师的尊严遭受了重大打击。总之，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简直堪比封印都市的防御被迫上千头传输级魔术袭击城市的那次危机。不说还好，一说彻底勾起了静雯的好奇，于是两人又开始了投屏看戏模式。异世界的封印都市上空覆盖着一层结界，舅舅的那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傲娇精灵，因为长得太丑，又差点被当成兽人。这座都市的西方是野兽出没的大地，这个结界是为了封印那些神话级的魔兽而展开的，牢不可破。傲娇精灵这边刚说完，就见舅舅掏出2把剑，把结界轰得稀碎。那一天，人们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慌，无数的巨人聚集在高墙外聚集，看来他们也非常渴望被强的世界。结界被破，数千头魔术袭击都市，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牺牲者。傲娇精灵掏出圣剑，气势全开，紧接着展开法阵，义无反顾地冲向巨人，然后一头撞在了结界上。没错，舅舅刚才把结界修好了。巨人一看，这还玩个锤子，各回各家，各找个麻雀，危机就这样解除了。但是大家都很疑惑，结界到底怎么会被破开？难道有魔物在暗中搞破坏？于是众人的视线齐齐锁定了丑得像兽人的舅舅。傲娇精灵从天而降，一如既往的貌美如花，佩戴的传说护甲掉在地上，但他却一点都不心疼，毕竟都是老古董了，坏了旧了也正常。大家一想也对，这不和结界一样吗？好几百年没维护过，出点问题也正常。于是也都不再关注舅舅。精灵不仅没有拆穿结界是他破坏的，甚至还主动给他解围。舅舅很疑惑，精灵甜甜一笑，让舅舅今晚请他吃饭。对此，舅舅的做法是连夜逃跑了。他就知道精灵以后绝对会以此要挟，不断的敲诈他。静雯傻眼了，舅舅到底是有多不信任别人呢？舅舅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评论区说明情况，拜托观众。静雯大呼不妙，舅舅这样做只会被互联网的喷子们冲得连渣都不剩的。完了，舅舅已经彻底完了。却没想到在评论发出去之后，很多观众纷纷前来帮忙，订阅人数很快到达了1000人。静雯大受震撼，一直以来他都只关注着恶魔，没想到充满善意互相帮助的互联网也是存在的。腾公前来拜访，看到哈哈大笑的舅舅和无脸的静雯，一时之间感到迷茫。腾公非常不满没有工作的舅舅啃外甥这种行为。舅舅赖在静雯的家里，他还怎么和暗恋对象过2人世界？看出了腾公的小心思，舅舅高兴的提让腾公也住进来。静雯却像完全不开窍一样，扭头去超市抢特卖了。明明被腾公这样的美女喜欢，静雯却只把对方当成普通朋友。舅舅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难道是因为过去发生了什么？但腾公对恋爱经验只有游戏的舅舅显然没什么好谈的，舅舅大受打击，推门走了。腾公有些愧疚，想着去和舅舅道歉，结果推门一看，门外突然出现一个超级漂亮的精灵美少女，对方居然自称是静雯的舅妈。没错，这个傲娇精灵就是舅舅变的，抠脚大叔变身精灵美女，居然只为了和外甥的女朋友聊八卦。于是静雯回到家就看到了2个美女贴贴的场景，即使美女再三强调自己是舅妈，但静雯还是机智地发现了舅舅的真面目，顿时大受震撼。有这变脸的技能，在异世界为什么不用？用了也不至于被人当成兽人追杀呀。但舅舅也有着自己的理由，身体变了，心理也一定会随之改变，那怎么保持自己身心统一认知的风险呢？如果不是重大的事，他是绝对不会用这个魔法的。没错，重大的事就是和别人聊八卦。静雯商业头脑运转的飞快，不管怎么样，先闯到油管上再说。舅妈不同意，静雯就忽悠他拍世家游戏实况，上传发布之后，舅妈信心满满，但静雯不让他看，推着舅妈继续聊八卦。于是舅舅摁着静雯的脑袋，放出了腾公和静雯第一次相遇的回忆。至今还不相信魔法的腾公坚信这是用翻盖手机放出来的全息投影，画面出现了2人所在的小学，一个看上去就很讨人嫌的小孩正在疯狂殴打静雯，而这个流鼻涕的小屁孩居然就是腾公。腾公的心灵遭受了重创，他以前居然是这样的，说好的酸酸甜甜的初恋呢？舅妈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静雯只把腾公当朋友了。看着画面里狰狞的自己，腾公羞得满脸通红，真亏的静雯居然能把他认出来。静雯一脸豪爽，因为腾公就是腾公啊，搞得腾公心里五味杂陈。舅妈看到了刚才上传的视频，说好了是游戏实况，但画面只拍到了漂亮姐姐，完全没有游戏的画面。这种视频谁看呢？再仔细一看，我去，20万的播放！静雯振臂高呼：谁要在网上看垃圾大叔啊？现在可是美少女的皮套时代。再一看评论，果然都是一水的可爱，没有一个人关注游戏。舅妈深受打击，美少女
脸尾回了大叔，找到财富密码的静雯仰天大笑，尊严被毁的舅舅一蹶不振，目睹了如此灵异的场景，藤宫他吓傻了。